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20日。今日講一個咧，而家好熱門嘅題目，就係網紅經濟學 KOL 面對住公關災難，應該如何面對呢？如何處理呢？呢個公關災難，呢個公關災難可以純粹係從 PR 公關嘅角度講啦，亦都可以從做人嘅角度去講嘅。咁啊，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個課題呢？因為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咧，喺2022年7月之後咧，就基本上停更㗎啦。佢咧之後咧就拍過幾條片，都係道歉嘅同埋退款嘅影片。咁啊，直至今日咧5月20號，佢上載新影片喎。上載新影片咧，我覺得係時候可以同大家講啦。咁我覺得人誰無過咧，知錯能改嚇。咁所以即係我就希望借佢嘅 case studies 去講一下，面對住災難，面對住犯錯，我哋應該如何應對同處理，用咩態度去令到觀眾原諒你咧？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呢個 YouTube channel 咧叫阿豪 TV， 阿豪 TV 咧係兩個人係負責嘅，一個咧就叫做 Sunny。咁一開始咧其實完全係 Sunny 咧係一個唱作歌手啦，設計師。咁咧佢一開始拍嘅影片咧都係一啲搞笑嘅影片啦，潮流嘅影片啦。大陸咧有網紅係專門抄佢嘅喎，咁佢係非常之成功嘅。後來佢識咗個女仔，個女仔就叫 Creamy 咧就係一個小演員嚟嘅。呢個小演員咧咁都幾可愛啦，有啲年輕人覺得佢幾可愛啦，幾真摯嘅，引咗好多嘅年輕人去訂閱，有40-50萬人睇，40-50萬人訂閱，咁呢40-50萬人訂閱咧，佢搞幾次嘅年宵咧，係幾百人排晒隊入場嘅喎，係佢哋自己嘅年宵啊，唔係大嘅年宵裏邊搞啊，係佢自己特登開咗個位置去做年宵，以幾百人排隊入場，即係證明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喎，但係點解會神壇滑落咧？我由幾時開始留意佢咧？我喺2018年咧年底開始留意佢嘅，因為咧我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Gavin Chill 咧，我由2008年開㗎啦，咁但係當時有10年嘅時間咧，基本上淨係俾自己學生睇嘅啫。即係譬如話拍完啲影片就係 private 咗啦，私人咗，然後就 send 俾啲學生自己睇重溫。呢個就係我拍呢個 YouTube 咧本身個目的嚟嘅。然後咧每年嘅考試季節啦，3-4月啦，我就會拍幾條影片啦，去教下公眾啦即係考試嘅時候，中文科啊、通識科啊、歷史科啊、中史科有咩好注意啊？考前嘅一啲嘅重溫，即係以前嘅會考啦、A level 啦，同埋後來嘅 DSE 之後，我其實好少拍噶啦。就係講呢啲嘢嘅，咁有啲公共意義啦，係嘛？即係俾一啲冇錢補習嘅小朋友可以聽一啲考前嘅一啲溫馨提示。考完之後咧，我會做一啲解題嘅，就俾下一屆嘅同學仔咧可以聽下，避免犯啲咩錯誤咧。咁我每年係做呢咁嘅嘢。咁結果喺2018年咧，我有1萬訂閱嘅啫，因為我一年即係拍可能3-5條影片公開嘅咋，10條8條咁可能公開。但係2018年咧我就患病啦。養病在家，我就覺得無所事事喎。我心諗不如咧喺網上教書啦，教下中國經濟史啊、西洋經濟思想史啊。我就為咗要做一個 YouTube channel， 認真做，我就睇晒香港所有訂閱多過我嘅人以及咧台灣一啲主要嘅知識嘅 KOL， 我全部都睇。香港咧就乜嘢都睇，即係肥娃我又睇啊，講潮流嘅、講女性嘅生活嘅我又睇啊，講攝影嘅我又睇啊，講瑜伽嘅我又睇，講飲食嘅我又睇。我總之喺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 裏邊咧，我希望揾一啲線索出嚟，點樣可以做好一條 channel。其中咧呢個嘅阿豪 TV 咧係最受歡迎嘅之一，起碼係最受歡迎嘅10個創作者之一啊！佢嘅影片當然啦，每一條咧都30-50萬人睇啊，唔係講笑廣東話嘅 YouTube channel 咧，佢嘅影片咧算係多嘅，佢訂閱咧唔夠大 J 啊，唔夠其他人多，但係咧佢嘅影片咧瀏覽量咧係好高嘅，30-40萬人一條咧係好常見嘅。但係佢嘅YouTube 咧就由2022年7月開始其實係停更嘅啦。7月之後咧就拍嗰啲3條影片，都係啲道歉影片同退款影片嚟嘅。啲道歉影片、退款影片咧，其實就唔係賺錢型嚟噶嘛，所以嚴格嚟講，佢有接近2年。爭2個月2年，佢就冇更新嘅，直至到今日佢就更新咗，直至到今日咧佢似乎係強勢復出喎。點解會係咁樣啦？咁我今日希望借佢嘅 case study 去講下咧，網紅咧遇到公關災難，犯咗重要嚴重嘅錯誤，應該點樣去處理？咁佢犯咗咩嚴重嘅錯誤咧？佢哋咁喺2022年咧，就係因為佢搞咗幾年嘅年宵噶啦，而佢哋一直係標榜咧係本地設計。
本地生產、本地創作。咁因為咧2019年咧社會就好敏感，咁所以咧佢特別係做年輕人嘅生意，所以佢好強調係本土創作嘅、本土設計同本土生產。但係結果咧喺2022年咧俾人哋揾到有部分嘅創作同淘寶係相似，呢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咧就俾人發現到咧佢哋生產出嚟年銷嘅一個商品，譬如話手機殼啊、箍筍啊、家具嘅擺設嘅部分咧嘅生產商係喺大陸嘅，係淘寶揾翻嚟嘅生產商。咁啊，佢哋有拍片解釋，就最初揾香港嘅生產商，後來咧就因為各種原因啊甩咗單，所以佢哋揾大陸。咁點都好啦，呢一個咧就係令到公眾有嚴重嘅落差，因為佢喺19年之後就打住本土嘅旗號，但係結果賣嘅係大陸嘅產品。咁啊，其實我覺得好難避免嘅，全世界都好難避免嘅。喺英國咧、倫敦啊，嗰啲皇宮裏邊嘅紀念品啊，都係 Made in China 嘅。我睇到大量都係 Made in China 嘅，所以其實好難避免。iPhone 都 Made in China 啊，但係問題就係佢哋標榜嘅本土設計生產啊嘛。咁所以係咁嘅話咧，就造成咗公眾嘅落差啦。因為有好多公眾去年銷度買，佢哋開埋自己嘅鋪頭嘅喎，喺佢哋鋪頭度買，喺網上度買，就以為係本土生產設計同埋即係製作嘅，但係結果就唔係，所以呢個咧係第一個即係佢哋嘅公關災難。第二個咧就喺同年咧，佢係搞 NFT。NFT 咧就係嗰啲即係藝術作品啦，因為佢本身係設計師啦，啲藝術作品咧變成咗網上嘅銷售，咁啊好多炒窿晒啦，其實係啲 NFT 係咪？咁啊 Stephen Curry 嗰啲都炒窿晒啦。咁但係當年咧就覺得好新嘅，咁我都好留意 NFT， 我有買賣啊，有買埋啲 NFT 嘅即係試下啊嘛，乜嘢都要了解下嘅。咁啊結果咧就係俾人哋指控喎，因為咧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 大部分嘅讀者咧觀眾都係10幾歲嘅，未夠18歲多嘅。咁未夠18歲多嘅小朋友咧去投資呢啲 NFT 嘅產品，其實啲虛擬嘅產品嚟嘅，其實有好大風險喎。而且咧佢哋教埋人哋咧用咩方法去購買啦即使佢哋冇成年人嘅指導底下，可能都可以購買到嘅喎。咁呢個就嚴重啦，呢個有社會道德嘅責任嚟嘅喎即係教導年輕人投資虛擬產品喎。咁啊同年咧，佢哋亦都簽約咗一啲嘅虛擬貨幣加密商。咁正如頭先所講啦，虛擬貨幣咧而家就好多出咗事啊，但係其實本身虛擬貨幣係冇問題嘅，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合法嘅咁啊炒窿係炒窿嘅問題有一啲騙子係騙子嘅問題。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哋唔係專業嘅投資者，唔係專業嘅投資 channel 但係有好多聽眾咧就係聽完佢哋因為崇拜偶像，所以咧就有機會就墮入咗去呢個嘅虛擬貨幣投資嘅困局裏邊啦。唔一定騙局起碼係困局裏邊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佢同一年咧犯咗3個大錯。咁最後點樣解決咧？最後咧佢就係一開始道歉，啲觀眾唔接受，最終咧佢哋有一個公告啦。公告咧呢個就係話要退款，就係唔係退一次嘅款因為咧啲人對佢失望。KOL 經濟學係咩意思咧？網紅帶貨係咩意思啊？就係啲人唔係信個貨，係信個網紅啊嘛佢信個網紅係信任你，而你最後呃咗啲觀眾或者誤導啲觀眾至少或者冇合理嘅披露所以喺咁嘅情況，啲觀眾對佢好失望。但係佢做咗一個好正確嘅決定，我係為佢呢個決定咧而感到欣賞嘅。雖然咧後來退款嘅時候，有啲人都批評佢退款安排得唔好。咁咧佢哋係決定將以往咁多年佢哋公司發行嘅所有產品、發售嘅所有商品全部退貨，原價退貨。咁呢個好重要啦，呢個就係因為你辜負咗人哋對你嘅信任啊嘛，所以你應該要退翻款俾人哋嘅。佢唔單止退款，所有人上門退款嘅咧，佢都鞠躬道歉。雖然安排唔好有啲人話個時間安排得唔好個地點安排得唔好咁但係呢啲都係細節嘅問題。但係至少佢哋肯公開承擔責任，呢個係我第一個欣賞佢哋嘅地方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佢哋係第一時間退款。第二咧就停咗 NFT 同埋加密貨幣嘅投資嘅一個合作。咁呢個亦都係合理嘅做法嚟嘅即係你以前犯過錯啦，你唔好讓呢個錯繼續犯落去你停止個錯誤繼續去滾大佢先。佢呢啲嘢係咪犯法咧？有啲人話有咩唔啱咪告上法庭咯法庭講咯，點解商業糾紛要道歉要批鬥喂，呢個就係因為佢係網紅經濟學啲人係信任佢嘅人設，係因為佢嘅人設而去考慮買佢嘅產品或者投資，唔係純粹一個喺街頭見到無名無姓嘅產品所以呢個咧係網紅經濟咧，
佢特有嘅一個意義嚟嘅，係一個社會意義同埋商業價值。佢個商業價值正正同佢社會意義掛鈎，所以如果你繼續當冇事發生啊，因為佢總有好多支持者㗎，佢有40幾萬訂閱喎，有好多人唔中意佢，有好多人接受唔到賣淘寶貨而係話俾人知係本土貨。咁但係有啲人係接受噶嘛，退款唔係個個去退款吖嘛，咁所以咧佢最終咧可能都會繼續做到落去嘅，佢堅持拍就得噶啦，甚至乎攞啲片翻大陸播咯，之前大陸有人抄佢啲片噶嘛，咁冇問題啊，佢可以繼續生存到落去嘅，揾錢係少咗好多，但係一定係生存到落去。但係佢做咗第三個最重要決定，就係停止更新影片，佢認為自己係犯咗錯，要深切檢討咁啊唔拍片咯，唔拍咗接近2年啦。呢2年咧，佢如果每個月咧係即係一條影片係幾十萬人睇啊嘛，咁啊一個月起碼收入咧都數萬元收入噶啦，而且佢哋嘅影片往往都有廣告商嘅，佢以前有啲首飾嘅廣告啊，有電器嘅廣告啊，成日有廣告商咧係 sponsor 嘅，所以一條影片咧可能咧係加埋有10幾萬嘅，即係連埋點擊連埋廣告商，所以一個月唔更新，佢可能係損失10幾至數十萬港元。你睇佢有好多影片咧係穿金戴銀啦，喺 LV 喪買啊，喺好多嘅名店度喪買啊，成日都有呢啲 sponsor 喎，好高價值嘅喎呢啲 sponsor 係，咁所以喂佢2年唔拍影片係損失過百萬嘅金錢，而更重要就係佢將啲錢一早已經退貨俾人啊嘛，嗰度退貨又係數以十萬計嘅錢嚟嘅，所以咧佢呢2年嘅停止更新，佢就係付出沉重嘅代價。咁佢唔係殺人放火，即使殺人放火你坐完監咧，你都可以重新嚟過，有更生人士啊嘛。佢又唔係話嚴重犯法有冇犯法咧？可能係有嘅，商品說明條例啦，可能係亦都辜負咗社會責任啦。咁但係最後咧，佢冇上到法庭嘅，因為佢嘅道歉，咁大部分人可能都唔追究啦。咁而家佢2年後啦，2年後佢做咗啲咩事咧？佢拍咗條影片，呢條影片咧就係講佢如何深切檢討同反省。咁因為咧佢好瘦嘅個男仔，個女仔有少少略胖啊。佢呢2年咧就係不斷咁健身然後咧變成一個筋肉人，一個大隻嘅型男。個女仔亦都變得好 fit。喂，呢個就係一個誠意去話俾人知你願意改正改過。當然啦，其實冇關係嘅咁但係佢話俾人知佢想復出咧係要付出努力，唔係無端復出嘅。即係你減肥咧、健身咧，唔係話令到你嘅人品係好啲啊嘛，冇關聯噶嘛。但係可以話俾人知佢有勇氣去改過，話俾人知佢有呢個嘅決心去令到觀眾咧係希望觀眾咧說服佢哋接受翻佢。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大嘅誠意喎。唔係厚顏無恥喎，唔係繼續咧當冇事發生做落去，純粹鞏固自己嘅支持者，團結內部然後化解矛盾喎，唔係咁樣喎而係真係有付出嘅。咁健身，咁唔單止係咁而家就復出，咁希望獲得人哋嘅原諒，檢討。我自己唔知佢係咪真係心裏邊係改過啦每個人都會犯錯嘅，我同你都一樣，無數犯錯，每個人都係黑材料嘅，睇下幾時未爆嘅啫。但係當黑材料爆咗出嚟嘅時候，唔係想辦法轉移視線，唔係想辦法咧去指控翻對方抹黑你，而係咧深切檢討如果真係你錯嘅，你要檢討；就算唔係你錯嘅，你都要諗下係咪個表達方法有問題啊？係咪個公關手段有問題啊？我以前老師成日教我，何麗儀老師，錯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有一批人指責你嘅時候，可能係嗰批人嘅問題；當全世界都不斷有人指責你嘅時候，你要諗下係咪你自己嘅問題。咁所以我喺 Sunny 同 Creamy 咧呢段復出嘅影片睇到咧佢哋嘅誠意。咁我但願佢哋真係真心改過，唔好再做一啲嘢令人哋誤會啦。以往做過嘅，冇辦法啦，係人生嘅一個烙印嚟嘅。辜負過一啲人嘅，佢道歉咗啦。未必個個原諒佢嘅，唔緊要，努力去做好。每個人都會行好多冤枉路，每個人都係咧一步一腳印嘅。我都犯過無數個錯誤，有好多人原諒我，亦都有啲人唔原諒我以前一啲嘅戰友可能嬲咗我，可能覺得我踩住佢上位，可能覺得我對佢唔好，我一係私底下咧同佢哋道歉我私底下同佢哋道歉嘅。只要我知道佢有鬧過我，我就會私底下同佢道歉嘅。係咪我做錯咧都唔緊要，可能係我以前做得唔夠圓滑，或者可能真係我犯錯，我都會同佢道歉嘅。總之凡係有人指責我啦，我都會諗下係咪自己錯先喎咁所以我喺呢個嘅 Sunny Creamy 裏邊咧就睇到呢個腳印。
睇到佢哋嘅努力付出，咁我亦都覺得 KOL 經濟學應該係咁樣。其次就係、即係如果你打住本土啊或者咩黃色經濟圈啊，我一直係反對。由 Day One 2019年開始咧，我已經反對嘅。我拍第一條片解釋黃色經濟學咧，就利用做民族經濟咧。1910年代一次世界大戰後講，我話不能長久嘅嚇，用民族去團結生意。始終係會被唾棄嘅一日，因為民意係會改變嘅，形勢係會改變嘅。咁啊，做好生意，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啊足夠啦嚇。立場還立場，生意還生意，唔好混為一談。公義還公義，生意還生意。如果打住公義嘅名義啦去做生意啦，呢樣嘢我係認為道德上係有責任嚇，因為一用公義你就應該公開盤數俾人睇，交代你啲公義去咗邊度。尤其是喺啲餐廳啊，或者喺啲鋪頭度擺個箱，話幫年輕人幫手捉，你一定係要公開嘅喎。咁但係問題係公開唔到啊嘛，因為如果你公開，可能又會有其他責任啊嘛。所以呢啲嘢就瓜田李下，就唔應該做嘅。如果要做咧，就低調做，用自己嘅錢去做，就唔好咧話人哋嘅錢俾你，然後你去幫人。呢樣嘢真係千人計劃嚟喎嚇。咁啊，所以我自己由 Day One 開始就反對嘅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嚇，希望大家即係可以從中學習到一啲嘢啦嚇，我自己都學習到一啲嘢喺 Sunny 同 Creamy 嗰個短片裏邊咧，我覺得啊睇到誠意喎，佢哋減到肥，我做唔到啊！阿 Sunny 啊增到肥，阿 Creamy 啊減到肥，我自己做唔到啊，所以即係一定係有啲嘢可以學到嘅。OK， 今日講到呢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今日教完袁世凱復辟，同埋講孫中山嘅鐵路計劃民生主義嚇，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啦。所有會員咧可以免費上課嘅 VIP 會員咧可以無限重溫。今日講到呢度，拜拜。